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请来了向凌云博士，就有他的新书《区块链的逻辑》，给大家分享一些他的观点。首先要问一下您，关于这本《区块链的逻辑》，您最初的创作出发点是什么？是怎样形成了最初的构想？好的，是这样的，我这一本书啊，其实是写在2016年，那个时候区块链这一个词，在中国还不是很为人知，好多时候一提到区块链，人们就想起的是比特币，所以呢，我就觉得比特币和区块链它有什么本质的关系？然而，区块链这个行业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针对区块链这一个行业做了比较深度的分析，然后找到了区块链的整个规律性，也总结了区块链的发展的方向，所以就写就了这本书。当然，从16年写成，到2018年终于通过中国的图书审核部门的审核，然后发行。也进行了几次的修订，所以说它的整个逻辑的形成实际上是历时2年多，也是比较严谨的。那么这本区块链的逻辑，您认为是针对什么样的读者？或者说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最需要系统性的学习一下区块链的逻辑？无论他现在是从事传统行业，或者说他仅仅是对互联网对新生的互联网经济有所了解，他都可以通过《区块链逻辑》这本书来了解到区块链和传统经济的结合，和互联网金融和相对应的社会体系的信息建设和经济发展体系建设的规则都会在这本书找到。我们知道您除了创作这本《区块链的逻辑》，线下也在接触区块链的项目。那您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接触到区块链的？在您看来，区块链的本质是什么呢？我是从2014年开始接触区块链这个行业，但是一直以来我只是在研究，我本人是没有参与任何一个区块链项目。但是对于区块链这个行业，我的认为区块链呢，它本身最早是一个技术，然后由这个技术来诞生为一个类似于过去互联网经济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具有很多划时代的意义。因为采用区块链这种技术，它可以把很多实体经济或者传统的互联网经济把它进行新的一次提升，也就是产业升级和转型的一次重大的机遇和革命。我是在接触到这些以后，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做研究实践，最后呢找到了它的规律所在。所以我认为这个规律所在呢，它其实就是一个逻辑的关系。区块链带给人们、带给现在商业社会的，它是一个新的商业进程的演变，所以说它一定是一个逻辑的关系。那么您自身也经历了从最初接触区块链到成为区块链的布道师，所以您对于学习区块链和学懂区块链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身边接触很多朋友嘛，他们也是比较热衷于区块链这个行业或者关注于区块链，他们通常会提到一个词，就叫布道师或者布道者，可是我认为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布道者，也不是布道师。我只是区块链这个行业的一个实践者，或者一个探索者。2018年其实也才是中国区块链的元年的开始。对于全球区块链而言，整个区块链这个行业都还是一个初始的状态，所以我不相信在现在这个阶段有谁说他能够在区块链行业中能够成为一个布道者的。我们其实不需要布道者，我们所有的在这个行业中去研究它，去分析它的商业的规律，去分析它的商业的逻辑，我们在
现在都是探索者。所以，如果是一个他对区块链感兴趣的朋友，他想对区块链有所认识，我认为首先就是要搞清楚区块链是什么。不要一谈到区块链就想到一定是什么币。很多时候啊，我们往往是被一些就是不清晰的一些表象所迷惑了。这些朋友他可以去认真的去看一些就是关于区块链的一些权威的文章再或者就是通过了解了区块链是什么来了解它的商业规则。而我这本书的前提，我有一个副标题我念给你听听。也就是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解密区块链，重塑社会信息体系和经济的发展体系这个就是区块链它的本质要解决的目的。您知道现在区块链的项目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您对想要在区块链领域创业的创业者，或者是想要找到有价值的区块链项目的投资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首先，我对这个区块链项目的投资，我认为是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因为区块链整个行业比较新兴，但是我观察身边的很多朋友，他们考虑投资的投什么币，但是那真的是投资区块链行业吗？我认为也不尽然，因为很多所谓的项目这样币那币，它更多的是挂一个区块链的名头，而并没有符合区块链的逻辑。而我认为真正值得区块链投资的一个项目，首先比如说它是一个技术的，它这个技术能够给区块链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前瞻性或者是实践性的意义，那这种项目可以投这种技术可以投。另外一种呢，就是区块链在于商业的应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落地的场景应用。那这一类的场景应用呢，实际上全球很多大的企业，你看 IBM Facebook 或者中国的很多大的公司，他们都在区块链的应用上有了很多的研究和投资。那它的目的呢，是利用区块链这个技术和区块链的整个这样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一些有意义的这些平台，或者说有意义的区块链的这样一些方法对传统行业的这个转型起到一定的帮助。所以像这样一些它具有落地场景、具有实际应用目标这些项目呢，我认为其实都是符合它的投资逻辑的所以从这样来看，就是说我们看一个项目，如果它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它的这个项目和区块链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它的这个项目加上了区块链技术以后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商业逻辑，那样的不清楚的项目就一定要引起警惕。我们了解到您除了这本区块链的逻辑，您之前也创作了很多投资管理类的经济书籍那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是怎样的？就是我对于区块链的研究也仅仅是一个入门者，因为我也仅仅是从2014年第一次接触区块链行业，那对这个行业的研究呢，也仅仅只是至今为止也就4年时间嘛，所以更多的还是实践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过程。而过去呢，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主要是针对于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应用类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这个我最早的书，也是我自己比较擅长的专业，投资风险和运营管理，还有像针对实体应用方面的物流仓储管理和电子商务，像这一本书，我相信中国的朋友应该看见的比较多了，因为现在中国的大学大量的用了我这几本书作为现在大学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像这一本书呢，就是产业经济学，它是研究整个经济产业发展状况的
这个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必备读本啊。然后包括针对国际贸易、经济管理，这个也是中国的国际贸易专业和经济管理专业的教材。还有我研究的全球视觉经济学，这个是经济学新领域中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专业，全球视觉经济学。现在在中国呢也是得到了很多高校的认同啊，他们也认为就是我新的这一些经济类的教材啊，对现在中国新的经济学专业、管理学专业的他们的课程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些过去所学习的知识啊，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新。当然商业类的我的书籍和研究呢，主要是针对企业融资成长类的，比如这本《节省融资》这本书是在2016年发行的。那这本书呢，也获得了当时中国新华书店啊、集成书店啊等等他们的畅销版。那这本书我们在写作和创作初始，实际上最早的名字不是叫这个，但是后来正好在2015年年底爆发了整个中国这个融资荒的这样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所以中国在2015年底、2016年初有大量的中小企业面临了融资难的问题，所以这一本书我们当时创造就是出版发行以后，就获得了很多中小企业主他们的抢购他们得到这本书之后啊，也纷纷的和我联系，就当然我们后来也获知，也的确的为了很多中小企业解决了他们当时的困难然后像今年我相继推出了一个专门针对股权方面的书，像这一本《股权激励：实操一本通》这本书呢，现在也是中国有很多家培训公司采用了这一本书作为他们在中国培训的教材。可以说2018年的每一天都有培训公司在中国用这本书给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上课，在全国我了解的大概有80多个城市都分别开班用这本书。因为在中国的股权设计和股权激励问题，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朋友都经常会在微信里面看见大量的资讯都在说我要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合理的股权怎么样帮助企业的发展，然后就来学习。其实他们所有学习的内容，包括所有涉及到的案例、方案和疑难解答，都在这一本《实操一本书通》里面。所以这本书在京东当当在上架的第一周就多个书店就抢购一空所以也是解决了中国的很多企业的实际困难。然后这本也是这个月发行的，在中国的新华书店、当当网、这个集成书店现在都可以看到。这是中国经济出版社私募股权投资解决方案。所以从我此前的这几本书就可以看见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基本上是围绕经济发展、企业融资、股权设计所以针对区块链行业我在研究的主要是区块链的这个行业的经济规则，以及就是我们现在看很多人说看见打了一个区块链的名号，它的股票就会哗哗哗上涨然后发行一个币，一个打着区块链名头的币，然后很快就可以解决很多募集问题或者等等这些。但是它的经济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传统行业、传统企业在一旦加上了区块链的翅膀，这个区块链的外衣之后就会有本质上的提升？它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研究从经济规则啊，从它的股权设计啊，从它的这个经济学的基本的数理的架构来看，它到底为企业、为产品、为人类的社会经济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帮助，有多少提升。所以再接下来我的研究和新的这个作品也会围绕这些方面，我会继续的针对这个商业落地啊，还有数字资产，还有这个经济规律，会再写一些让更多的老百姓看得懂的、更加通俗、明朗的一些书籍，主要也是为了让老百姓搞清楚区块链是怎么回事，股权设计是怎么回事啊。好的，非常感谢向博士今天的分享，也预祝您的新书能够大卖，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关注到向博士的作品。